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Vivi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那其实呢，追踪我的粉丝你们都知道，我已经出国打球很多次了。那其实我忽略了一个重点，就是我都没有告诉大家如何在出国前要准备打球的一些物品，包括球袋要怎么整理，然后怎么样去保我们的球杆，怎么样保护它，甚至说球杆的外带要怎么去挑选，我都忘了跟你们做介绍。所以呢，一直有收到粉丝的私讯说 ，Vivi 老师要怎么样？打包我们的球袋啊，然后球杆要怎么样保护啊，在运送过程中比较不会断掉。所以呢，今天出了这个小特辑，就是教大家如何打包你的球袋。那在运送过程中也会比较安全。那球杆的外带要怎么去挑选，也比较适合你。因为现在很多出国的人都会担心自己的球杆会就是断掉嘛。所以呢，我就教大家如何打包。因为我从小到现在已经出国打球超过应该有100次了，所以呢，希望今天的影片你们喜欢。然后，如果身边有人在问你要怎么样出国打包，那就请把这个影片转发出去。那就开始跟大家介绍喽。首先呢，是先介绍我们的外带。那大家会看到这个 Omax 的航空袋。那这个比较特别，是它上面是硬壳的，然后下面是软壳的。那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概念。我先把这个打开，因为我出国好几次也都是用这个，尤其是我去日本的时候，他们第一次给我，我就蛮喜欢的。那它这个比较特别，是它收纳很方便，它收起来就是像这样。然后打开的时候呢，它中间是布，然后最底下是有轮子的，所以你在拖拉上你就不用一直背着你的球袋。然后呢，包括它上面是比较属于硬壳的，所以就比较不会压坏我们的球杆。所以这也是后来比较新的产品。那 Vivi 自己很喜欢这一个，还有另外也是这种，就是很传统，就是外面是布的这种。那在这几次出国的影片，也有人发现我也是使用这一个，原因是因为我刚好这个借朋友了，所以呢我就自己使用这个。但在这两者的打包上面是完全不同的。OK， 我现在来讲解硬壳的打包，因为有硬壳的外带保护了嘛，所以在 driver 的保护上我就没有那么的小心跟谨慎。可是如果是软壳的这种，我在包球杆上我会特别小心。OK。好的，那在包之前呢，我们一定要先知道自己要打包哪些物品进去嘛。首先是球，因为其实很多人就会觉得说，哦，我去当地再买球就好了。可是因为自己喜欢的球或者你习惯用的球，那个球场不一定会有，因为每一个球场它都是卖它自己的商品。那像我自己喜欢的品牌，常常到球场是没有的，所以我打习惯了，我就会带自己习惯的球去球场。然后还有说你的屉包，因为像 Vivi 自己是喜欢用木头屉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种比较木头屉，我比较不喜欢用塑胶的屉，所以我就会有习惯的。像这个屉包，大家应该也不陌生，看到它很多次了，因为里面有我自己的幸运小物，所以我比较不喜欢说到现场去购买，因为我们常常出国打球的时候是找球。那其实早球的 shop 店也是比较没有营业的，所以我很不喜欢我准备的东西不够齐全，下场的时候也会比较担心说少这个少那个的。然后这个是转接座哦，转接座很重要，是因为如果你是用软壳的外带的话，我们的 driver 和 fairway wood 基本都是会卸下来的，另外打包就不会让头是压在比较松软的空间，所以转接座是球袋里面都要的。转接座比较重要的是，每一个品牌的转接头有点不太一样，比较没有通用，所以如果你的品牌是 T 的，是 P 的，你要自己准备好自己的转接座，因为去现场基本是不会有人有办法借你的，所以你要记得把你的这个转接座带好。OK， 还有很重要就是测距仪，因为现在很多人很喜欢去日本啊、韩国啊打球，那尤其去日本的时候其实是没有 KD 的，你们应该都有发现，所以你要自己去检查啊，你要自己去抓码数，你要去看球道还有多远，其实测距仪就相对重要。但是呢 ，Vivi 自己除了测距仪，因为测距仪是看不到整个球道图的嘛，那 Garmin 的这个是可以在里面看到整个球道图的。但如果说你们到不同国家去，那你们每一次都是第一次接触到这个球场的话，其实你们对球道也是相对陌生的。所以 Garmin 的这只手表 S70 手表的界面可以看到整个球道的，你可以看到有水池啊，有沙坑啊，
然后这边开球到水是多少，手表里面都帮你显示的很清楚，甚至今天旗杆的位置都在手表里面显示的很明显的。所以像如果我出国，我基本一定会带着这只手表 ，OK。然后再来就是鞋带啦，因为像鞋带鞋子，你们出国打球，我会建议要多带一双，因为有时候会遇到雨天嘛。那像鞋子类的，我放在球袋这个区块，我就不会把它放到行李箱里面了。所以我觉得鞋子一定要多带一双 ，OK。再来，最重要的就是你们一定要准备一条大毛巾。待会你们会看到这条大毛巾的作用，所以你们在准备要出国前，这些东西先把它摊出来，像这样子很凌乱的摊出来。因为待会大毛巾是要把我们的整个球杆给包起来的，避免它扣咯扣咯的相撞。那我 Vivi 一直是使用大毛巾的习惯，也有人是使用一个像袋子把它装起来，但所以每个人习惯不一样，你也可以买市售的那个袋子。OK， 最后还有，因为像上次我去越南、去日本，包括去澳洲，3天里面总会有遇到1天下雨，所以你帽子嘛，因为要防晒，然后遇到下雨的话，我也会去带到我的防风外套，所以我会直接都准备好在我的球袋里面，因为你没有办法知道说我去的天气一定会非常好，包括你们去泰国、去越南都会遇到雨季，都会遇到1天，不知道为什么。那如果说你们遇到那，恭喜你啊，相对的是很幸运的。但是我每一次出国都会遇到1、2天下雨，所以外套就先把它备着，放在我的球袋里面。OK， 那这边都准备好了，我们就可以把它装进去球袋里面。那还有，你们也可以带毛巾啊、雨伞啊。好几次出国，有的球场是有供应雨伞的，有的球场是没有供应雨伞，所以会建议大家也可以自己先准备好。那毛巾的话呢，就是自己要整理球杆的时候可以擦拭的，好，包括太阳眼镜、防晒啊这些东西，比较个人的物品，你们可以就是把它准备放进去。好，那我装一下这2个软袋和硬袋给大家看。OK， 先放球袋里的东西。测距仪的话，我就把它放在我的球袋里面。然后再来是我的剃包，我也会习惯放在球袋里面。然后我球袋里面会习惯放1盒球。OK， 还有转接座，但因为是用硬壳包，所以就没有用到转接座，但是还会习惯把它带着，因为出国什么情况都会遇到嘛，所以备着比较好。还有这个防风的外套，我也是放球袋里面的。好的，那剩下的球跟帽子我会放在硬壳袋的其他的空间。OK， 那在包进去之前呢，我们刚刚讲的大毛巾，这时候就很重要啦，因为球杆就会这样，扣咯扣咯扣咯的嘛，所以呢，我会习惯用大毛巾，好，把这个没有就是一定怎么样绕，但就是把你的这个球杆头，我会习惯就是绕 S 型的，然后把整个球杆这样包起来，反正你就把它塞好。然后所有的脚架带都会有软壳的这个帽子。然后因为你们大家也知道 Vivi 的这个套子都特别大，所以呢，就是你尽可能在出国前就挑选一下这个外套是不是可以装得下的。OK， 就把这个套起来，蛮扎实的了。OK。它这个有一个保护它的，先把它拆掉，把它拉开，顺着我球杆头的位置，我把它打开来。好，里面它都有这个哦，保护球杆的这个带子，好，扣带，我们把它打开。好。因为它下面有轮子，所以会建议大家是躺着去装。因为如果你站起来是一滚，它就跑掉。因为我第一次装的时候是站着的，所以一滚整个球就摔倒了。所以会建议大家还是就是躺着装会比较安全一点。好，大致上就进去了。好，大家会发现啊，它旁边还是会有空间的，所以那时候我就会把鞋子塞进去，然后我的球左右塞，
然后帽子就随便塞，反正就把它当成高尔夫专用的旅行袋这样子。好，然后它刚刚不是有2个扣子吗？就把它在扣子的内侧这边把它扣好。那我会建议大家这时候一定要把它抓紧，一定要把它拉紧，因为它就不会因为这个袋子其实比较大，所以如果说你没有把它拉紧，它在里面也是会摇摇晃晃的，所以就把它拉紧。所以说真的，这个保护力蛮好的，就我个人蛮喜欢的。OK。好，那这个扣子把它扣好一样，就是保护它。那它这边有一个地方是给你放自己的名牌的，这里，所以你可以把你自己的名牌写成纸，然后塞进来。OK， 大致上就完成了。那还有的就是它外面这边还有另外的袋子，你们也可以放自己额外的小东西，包括手套啊，反正你这边它有额外的2个外袋可以去做使用，所以我就觉得蛮方便的。OK， 这样大致上就完成了。所以你在机场就很方便，你就是拖着它，这样就可以走了。就拿着你的行李，然后拖着这个，所以很多人就以为它是那个滑雪的板子。OK， 那我们就完成我们旅行的外带了，硬壳的，哎呦。那我们准备装软壳的给大家看。OK， 那在装软壳袋之前呢，其实我看过网络上的另外一个装法，那我身边的朋友也蛮多人这样用的，因为很多人都会担心 driver 或是木杆的这个杆头啊、杆身被压断嘛，因为它其实头很大，杆身比较细，所以这时候就蛮多人是会把这个头，就把灯人头会另外卸下来。我做一次给大家看，我们先把头卸下来。那所以转接座就相对重要，因为以前的木杆是没办法这样拆装的嘛。那因为现在科技比较好，所以就可以这样拆装，把杆头卸下来。OK， 卸下来的时候，这个杆头杆身就比较独立了嘛。那我们就会直接把它插回去球袋里面。那这时候杆头怎么办？这时候我们的球头，我们就因为这是有个保护套嘛，球头就这样放进来。我觉得想到这个方法真的蛮聪明的，因为以前我们在比赛的时候，因为以前的球杆也没办法这样装，所以也没有想到这个方法。放下来之后折起来，你的球头就被保护起来了。那这时候你就把它放在你的球袋里面，因为我侧面比较空，我就放侧面。所以你的3幕、5幕、7幕 driver 都可以。可是因为 Vivi 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有拆过，因为以前的球杆是没办法拆解的，所以我会习惯把我的这个毛巾给包好，然后让运送过程中是很安全的。所以其实你有包毛巾的话，我是觉得可以省略这个动作。但如果你是比较谨慎的呢，你就可以这么去做。OK， 那刚刚东西都放进来了，这时候是装软壳袋的时候啦。OK， 那软壳袋外面现在有很多材质，那我虽然没有这个品牌的赞助，但是我比较喜欢是它是属于比较厚的这种尼龙的布料，因为有的很薄，有的很厚。我会建议大家可以挑厚一点的，因为它在拉链使用上，因为要重复用嘛。那因为其实你有一个软壳袋，一个旅行的外带，其实就可以用很多年了。那软壳袋有一个好处呢，就是说它会有一个这个孔，所以待会你的手把是从这个位置出来，那它就可以站着装进去。那因为像我的是双背带嘛，所以呢我就会给大家这样看，把它套着之后，双背带就把它弄出来。好，然后下面因为每一个软壳带它的设计都有点不太一样，那下面这边它就把它套过去。我的这个是这样设计啊，但是每一个都不一样，你们就找你们自己喜欢就可以了。然后这边它就把这个下面固定好的 ，OK 粘住了。然后呢，一样，这时候先把我们要装的鞋子放进来，然后我的球 ，OK。那因为大家如果拆解杆头的话，你的这个转接头就很重要，你的这个
不然你把球杆装了，你到那边你就装不回去了，所以它还是很重要。你记得把它放在袋子里面，哦，球袋的袋子里面。好，然后就可以拉起来啦。OK， 那我的这个旅行的软壳包就完成了。所以这是以上2种旅行包的装法。那这个软壳包其实它就会有点摇摇晃晃的，因为我底下放的东西没那么平均嘛，所以你在出去的时候，你就要一直固定它，或者是你就要放在推车上，因为它脚架或是底部它底部有露出来，可是因为重量的关系，那其实打包就这样完成啦。所以看你在自己在挑选上，你是喜欢这种软壳的，还是这种比较硬壳的？所以我是觉得都可以啦，都蛮好用的，就取决于你喜欢怎么样的方式。那以下呢就是软壳包跟硬壳包的高尔夫旅游的装法。希望呢可以解决掉你们的问题，那你们在出国的时候也可以比较知道说，哦，原来我可以这样去准备。那当然啦，如果你有喜欢的，就是任何的能量饮啊，或者是点心啊、零食，都可以提前在球袋里面放好。因为说真的，当地有时候食物或者是补充能量的没有那么符合我们的胃口，所以球袋里面这是基本的装法。那还有很多很多你可以自己去添购。但是呢，我要特别讲到一点，如果你去日本打球是没有杆地的，所以会在那边会发现一个比较特别的情况。那应该很多人有发现到，日本打球的时候，其实啊很多这个小袋子。我第一次去日本的时候也发现，为什么这个小袋子呢？但是因为没有杆地，所以常常啊我们到国里面切球推杆的时候是需要拿着我们的 upload， 就是拿着我们的切杆跟推杆，所以他们就会习惯把切杆跟推杆放在这里面，挂在球车的后面。所以呢，现在的练习袋或者是我们这个小袋子，它前面会多了一个这个钩子。那在下场之前呢，他会把这个钩子就挂在这个球袋上，像这样子，它是挂着的。那到球车的时候呢，他就会固定把切杆跟推杆放在里面，挂在球车后面。所以当他今天需要切杆推杆的时候，他就拿着这个到果岭边，然后就把这个脚架给架着，这样子。那他要离开果岭的时候，比较不会忘记拿走自己的球杆。所以如果说你最近有要往日本去打球，或是之后也要规划的，可以先准备好一个这样的练习袋，记得前面要有小钩子的，这样你才有办法挂在球车前面。这个是相对重要。那如果放呢，一样是放在我们的旅行袋一起去放着就可以了。所以很推荐大家一定要入手一个这个。OK， 那以下呢就是我们出国的打包影片啦，希望可以帮助到你们。那如果说你有其他问题或是不懂的，还是说在挑选上遇到问题，也可以直接私讯我的 IG。那在 IG 上我都会亲自的回复大家，只是说需要再稍等就是可能你传来我不会马上的回复，但是我一定都会看到讯息都会回复的。那因为其实出国旅行是高尔夫球人大家都很渴望很喜欢的事情嘛，在出国前准备谨慎一点，其实你到当地打球才不会缺东缺西的。那我也会建议说，大家在出国前在球袋里多放2到3个手套，因为万一你流汗啊或是弄脏啊，其实当地要买到东西，我每一次出国都觉得没有那么容易买到自己喜欢的品牌或是合手的，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习惯嘛。所以你多准备一点，不用怕重量没有超过20公斤，因为我每次出去都是回来比较重。应该就这样子，没有特别需要再多的，那就之后就看个人习惯，包括太阳眼镜，好吗？那今年看到大家一直在帮我增加追踪的那个人数量，很感谢大家。那如果你还没追踪，麻烦追踪起来，那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。那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影片，下次的影片见喽，拜拜。